大家好，这里是坑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血糖，主题是血糖负荷。在之前的系列视频中，我们已经探讨了血糖和升糖指数的一系列问题。今天想要谈论的血糖负荷这一概念，可能并不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它能帮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食物如何影响我们的血糖水平，以及如何利用血糖负荷优化运动表现和健康状态。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点击关注和喜欢按钮，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现在我们进入主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血糖负荷的概念。在上期视频中，我讲过，升糖指数是研究一种食物进入身体以后，血糖升高的快慢问题。但是只研究速度是不够的，这种食物对血糖变化的数量造成多大影响，同样是重要的问题。血糖负荷是将升糖指数和食物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数量结合在一起，提供的一个更全面的指标。它的计算公式是血糖负荷等于升糖指数乘以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再除以100。这个公式说明血糖负荷取决于食物的升糖指数和我们摄入的具体数量。也就是说，一种食物的升糖指数是固定的，而血糖负荷是随着食物食用量的多少而变化。吃得多，血糖负荷一定会高。血糖负荷可以划为3个级别：低血糖负荷 GL 值10或以下，中血糖负荷 GL 值11至19，高血糖负荷 GL 值20或以上。例如，我们食用了100克干燕麦片，它的 GI 值是54，每100克大概含有60克碳水化合物。套用公式 GL 等于54乘以60再除以100，结果是32.4。那么这个数量的燕麦片属于高血糖负荷食物，尽管它的升糖指数是低 GI 值，所以食用燕麦片以后，血糖的数值会呈现高级别。了解了血糖负荷的基本概念和公式以后，我们结合学过的升糖指数，将它们灵活地运用到运动健身层面去，方式还是围绕着训练展开。训练前应该补充低升糖指数、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低升糖指数可以保证训练时血糖处于稳定状态，避免出现低血糖。高血糖负荷可以保证在训练期间血糖可以一直充足而稳定的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所以刚才我们说过的燕麦片就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如果选择的是水果、糖果或者巧克力，这类食物可能升糖指数普遍偏高，而血糖负荷普遍偏低，那么训练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在训练中，只有耐力训练才需要额外补充糖分，此时应该选择易消化的高升糖指数、高血糖负荷食物。这2方面的高都是为了满足训练时能量的需求，但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自然食物很少。如果硬找的话，那么香蕉和葡萄干应该还算满足需求，所以最好从运动营养补剂中选择，例如能量胶。对于爆发力、力量和肌肉体积训练而言，因为每次训练的时间少于90分钟，所以没必要补充糖分。在训练后应该补充高升糖指数、高血糖负荷的食物，此时要将几种不同的碳水食物集中在一起。高升糖指数食物可以满足快速恢复肌糖和血糖的需求，高血糖负荷食物可以补充身体的整体能量丢失以及肌肉恢复和生长的需求。以上是结合运动训练的应用方法。下面我们来说说结合不同训练目标的应用方法。参与运动的人想提高运动表现，参与健身的人想提高健康程度和改善体型。对于提高运动表现，首先要按照刚才说过的训练前、中、后的原则补充碳水。在平时的饮食中，因为追求的是竞技成绩，那么优先选择中升糖指数、高血糖负荷的食物。对于改善体型，增肌和减脂存在差别。增肌和提高运动表现的补充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减脂人群就要有所不同。训练前、中、后的安排是不变的。这个时段内，因为运动的原因，身体储存脂肪的几率很低，此时补充碳水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训练的需求。除这个时段以外的饮食，就要注意选择低升糖指数、低血糖负荷的食物。低升糖指数意味着食物要有选择性，食用前要清楚地了解食物的升糖指数。低血糖负荷意味着食用量肯定要少。前面讲过的血糖负荷的公式是基于食用数量乘积得出的。一种所谓的健康食物，也就是升糖指数低的食物，吃一堆血糖负荷一定会上去，脂肪减少必成泡影。
所以健康食物可劲儿造，照样变肥。我们要把食物根据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两种情况进行划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把你最常吃、最喜欢吃的碳水食物列出来，然后一一查询它们的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值，最后根据它们的特点将其安排到一天不同的时间和饮食中去。听起来这个步骤可能有些麻烦，但是毕竟你常吃的和喜欢吃的碳水食物品种有限，可能不出10种。在网上查询并列表出来，只需不到30分钟的时间就好。现在我把我日常食用的一些碳水食物列表给大家，大家可以做个格式参考。表格上的食物可能和你要列出的有相同的项目，这样也为你节省了一些时间。当然，营养补剂，例如训练后的增肌粉，没有包含在其中。通过这个表格可以发现，我日常食用的碳水化合物是固定的，固定种类、固定数量、固定时间。只有这样安排，才能帮助我时刻根据自己运动和饮食的情况进行饮食调节。如果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些随意的安排都会将你推入到热量的失控状态。这就是我在热量的10个坑那2期视频中强调的观点。不了解的小伙伴快去补课。我相信经过经常查询、计算和使用，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饮食情况，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碳水食物。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血糖负荷是将升糖指数和食物中实际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数量结合起来提供的一个更全面的指标。它的计算公式是食物的升糖指数乘以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数量再除以100。血糖负荷值可以划分为3个级别，因为血糖负荷是随着食用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只要吃的数量多，血糖负荷就一定会上去。对于不同的训练目标和训练本身而言，要将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结合起来考虑，按照不同的情况安排组合。平时收集更新自己常食用的碳水食物的数据，将它们做成表格，便于管理这2个影响血糖的指标。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